前脚更新完蓝，接着就更新这台尺寸结构都有点类似的乔士博 D300。这两台机子其实也挺巧合，两位机主基本前后脚联系过，而且需求、喜好、预算也都一样，区别大概就是一个直接锁定了蓝，而 D300这台原本我是想推荐直角玻璃版的 D301，不过可能过于重复跟市场销量的缘故，乔士博当时停了 D301，所以最后就改选这台一体曲面玻璃版，刚好也对比下两种侧透玻璃方案。抛开侧透玻璃的设定，结构部分 D300其实很像蓝，或者说蓝的改进版。最重要的改进就是支持背插配件，然后电源上下隔舱的设计不同。D300属于另外一类的代表，而钣金工艺水平基本一样，整体大小、尺寸、兼容性也基本一样。D300贵100的部分，主要大概就是那个曲面玻璃。放以前大概不敢想，这种一体曲面玻璃机箱价格可以控制在400以内，而且这块玻璃的分量、透光性都挺不错，甚至强度也还行。因为我实际体验，目前我个人感觉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侧面基本无法装水冷，一方面是厚度空间可能会卡到显卡，高度的话也刚好装3颗12厘米风扇而已，装不了冷排。能选背插配件尽量选背插配件，总线可以参考我这边，风扇4反4正，风道基本就按图片就对了。满灯扇方案尽量加个风扇哈，避免主板供电不足。跟之前的蓝其实类似，因为 CPU 冷排装不了侧面进风口，所以双烤会受显卡影响，单烤就没有这个问题，而显卡基本是不受影响，甚至双烤反而受益温度更低，除非你极端配置或者应用场景，要不这类箱体的散热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无需担心闷关问题。配置没有严格限制，可能5000以上都会比较合适，因为选这种箱体的一般都会特意选满风扇或者自己喜欢的配件。我这边大概整理了2个配置仅供参考，大家可按需上下浮动调整。另外这次全灯光方案能控制预算，还是因为从零爆的平价积木风扇。显卡部分也是挺特别，蓝的那台机子是机主想全插配件，但主板不支持，所以只有显卡选了配插板。而 D300这台是机箱支持，但基础无所谓，只求价格便宜。最后趁着电商活动价拿下了7彩虹家的 ADOC， 刚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2个系列装起来的效果。7彩虹家40系这代的 ADOC 设计挺好看的，甚至感觉实物超过渲染图，金属质感更强。当然新的50系也很好看，特别是半透设计。不过也希望7彩虹赶紧更新50系的配插卡。OK， 这次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想要催更的话，就动动小手一键3连吧。拜拜。